一只狮子朝男人扑了过来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狮子为何会做出这种举动呢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朝我们跑来时，应该做出什么反应？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尽快远离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。有一个男人的做法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阿尔芒，他和妻子对大自然的万物有着深刻的感情。两人第一次见面后，发现对方的兴趣爱好是如此相似，在不久后就迈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，因为拥有共同的爱好，两人经常一起出去旅游，接触最原始的大自然和动物们。在阿尔芒和妻子这些年的旅程中，他们发现动物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威胁。很多狮子、老虎等大型野生动物无法自由地生活在野外，不是被困在动物园里成为人类赚钱的工具，就是死在偷猎者的枪口之下。因此，阿尔芒和妻子便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救助之旅。每当夫妻两人看到遇险的动物时，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们，并联系当地的动物中心加以救治。10年的时间内，阿尔芒夫妇共救下10几只豹子和老虎，还有数不清的小型动物们，比如薮猫。他们被救后都将生活在当地的动物保护区或动物保护中心，迎接全新的生活。这一年，阿尔芒夫妇来到南非旅游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次旅行经历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。阿尔芒夫妇正漫步在一片森林里，在炎热的天气中寻觅一点阴凉。他们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色，一边低声细语地聊天，仿佛已经沉浸在大自然中。很快，夫妇两人走到了一片空地上，长时间的行走让他们决定休息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阿尔芒听见旁边的草丛中传出声音，他走上前查看，结果看到了一只年幼的小狮子，这令他十分震惊，赶忙喊妻子过来看。他们从未在旅途中见过狮子，所以对这样的相遇感到惊喜，同时也有些疑惑，小狮子的妈妈为何不在身边呢？小狮子躺在稀疏的草丛里，草丛的高度只能堪堪遮盖住它的身体。看着它干瘪的肚子，阿尔芒心中隐约有了一个猜想，他的妈妈也许在觅食的过程中遭到了其他动物的攻击，而小狮子显然好几天都没有进食了。阿尔芒夫妇有以往的救助经验，他们立马拨打了当地动物中心的电话，希望小狮子尽快得到救治。10几分钟后，几位工作人员赶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，简单的为小狮子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并没有致命的伤害，只是有些营养不良。阿尔蒙夫妇松了一口气，为小狮子感到开心。接着他们一起带着小狮子来到了动物保护中心。兽医表示，小家伙只需要短暂的休养就可以恢复健康，之后最好将其送到野生动物园中生活。毕竟这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狮子，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去探索。南非当地的野生动物园一定会欢迎这个新朋友的到来。在小狮子恢复的过程中，阿尔芒夫妇一直陪在他身边。动物中心的工作人员得知他们之前的经历后，都表现出敬佩的神情。也许因为阿尔芒夫妇格外喜欢小动物，并且有那么多和动物相处的经验，小狮子整日黏在他们身边，就连吃饭也要他们陪着，更是整日缠着夫妇俩玩耍。过了2个星期，小狮子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没有问题，幸好救助及时，它已经完全恢复健康。于是工作人员准备将小狮子送到野生动物园里，它很快就可以住在新家里了。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热烈欢迎这位新朋友的入住，他们为小狮子准备了宽敞的住处，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，非常适合小家伙的成长和探索。阿尔芒夫妇对动物园中的各方面都很满意，也很放心小狮子在这里生活。于是他们将小狮子安顿好就离开了，结束了此次旅行。不知为何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阿尔芒总能想起小狮子的身影，可能是他对阿尔芒格外依赖，也可能是因为阿尔芒内心对动物的渴望。总之，在3年之后，阿尔芒和妻子决定开始他们的第2次南非之旅。最主要的行程就是看望小狮子。当他们再次踏进熟悉的地方，曾经的回忆扑面而来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竟然还记得阿尔芒夫妇。
迫不及待地引领他们走到小狮子的住处。阿尔芒站在栅栏外，里面是一只既强壮又高大的狮子。就在他恍惚之余，一道身影扑了过来，在栅栏里面焦急地呜呜叫。当饲养员打开栅栏后，这只狮子立马扑在了阿尔芒夫妇身上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在叙旧一样。狮子把头放在阿尔芒的怀里使劲蹭着，急需要阿尔芒的抚摸，接着就用舌头舔夫妇两人的脸颊，似乎想要表达他的思念之情。夫妇两人被狮子的热情深深感动了，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来观看这令人惊喜的一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阿尔芒夫妇在动物园里陪小狮子玩了一整天，直到天黑时，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回到住处后，阿尔芒心中燃起了一团不灭之火，他渴望和动物们一起生活。也许他生来就有着和动物们切不断的联系，辞掉工作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也许他更适合在动物园工作。阿尔芒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，没想到妻子完全赞同他的想法。达成共识的夫妻二人赶回了城市的家中，他们辞掉了自己的工作，整装待发，准备好迎接自己新的工作。当两人第3次走进南非，心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雀跃。其实动物园早在先前就希望阿尔芒留下来，当时他还在犹豫，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。但如今阿尔芒已经完全想通了，人生短暂，为何不做最热爱的工作呢？此后，阿尔芒和妻子成为动物园的新员工，负责各种动物的饲养工作。他们心底里对动物的热爱，也使他们得到了动物的信任。阿尔芒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猫们拥抱。当被问到为何会选择如此疯狂的工作时，阿尔芒表示，他这么做是在遵循内心的引导。这些动物早已成为他的家人。当我们谈论起最可怕和最危险的动物时，一定会想到狮子和老虎。作为动物界最顶级的捕食者，它们有着庄严和凶狠的外表。人们从来都是站在远处，观看它们的威严与美丽。但当我们走进它们的内心时，会发现极其温柔的一面。在它们的内心深处，也是渴望被关爱的。动物和人类本就密不可分，也许在将来，人与动物之间能够更加和谐美好。面对男人的靠近，他激动地露出了自己的獠牙，男人不得已停下自己的动作。看到男人收手之后，狮子也恢复了正常。可是突然，男人又动了一下，狮子本能地吼了一声，接着扬起自己的爪子，上去就给了男人一拳，随后眼神带着警告性地盯着男人。可是即便如此，男人还是温声细语地安抚他的情绪，并不住地想要向他靠近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男人对一只狮子如此执着呢？原来狮子所处的地方是男子家的后院，他这天在后院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狮子。一开始他十分害怕，但是在观察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这只狮子居然受伤了。男人平时就很爱护小动物，如今看到动物受伤，更是无法坐视不理。于是他回到家里带好防具，准备先让狮子出来，然后帮他疗伤。但是天真的狮子并不能理解男子的一番苦心，在面对有人靠近的时候，只是本能地发出攻击。面对男人的安抚，狮子丝毫没有任何软下来的样子。男人有些无奈地拿棍子碰了碰狮子，狮子的反应依旧十分剧烈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男人找来一把鲜嫩的绿叶。可是在他将叶子伸到狮子那里时，又一次得到狮子的拳头礼遇。那一次次的试探让狮子十分生气，他那眼神里似乎向男子传递：你疯了吗？我是肉食动物，我不吃草。这狮子也是唬人的主，他那爪子上的力道似乎没多少，但是配合他那一口的獠牙和吼声，倒也让人感到有些许害怕。不过最终，男人还是用一个带有小钩子的棍子勾住了狮子的嘴，在他的大力出奇迹下，狮子终于被拖了出来。当碰到草地的那一刻，狮子反应剧烈，他拼了命的挣扎，想要摆脱男子的控制，但最终没有成功。这时他换了一个思路，直接躺在地上装死，任由男人拖拽着他，
似乎在等待一个能够逃脱的机会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男子赶紧喊来同伴，准备趁此机会将狮子制服。然而许是太多人出现，狮子一下子又慌了神。他跳着挣扎了几下之后，躺在地上对众人又一次嘶吼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猛地挣脱了男子的钳制，这下轮到众人慌了神。这狮子如此凶猛，那尖尖的獠牙要是被咬上一口，那还了得。但是不抓吧，留着也十分危险。于是这群男人拿了一块布挡在自己面前，慢慢朝着狮子走去。但这狮子面对男人们的围捕，并没有直接攻击，而是走到了角落里，接着对他们张牙舞爪。男人一直进，狮子便一直退。看着男人们蹲在自己面前的样子，狮子愣住了，心里似乎在想，这帮家伙好像也没什么坏心思呀。可是当男人们想要用那块布包住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本能地朝他们凶了凶。男人们只好在原地不再动。狮子试探性地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发现没有任何危险之后，他停在了原地。这样的折腾让他的伤口变得十分疼。男人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，狮子似乎也接受了人们的善意，不再挣扎。最终，在男人们的努力之下，这只本就十分善良的狮子被带走，接受了全面的治疗。如今，它已经被送到动物保护中心去了，在那里，它会过上很好的生活。趴在干净的地上，显得十分悠闲。这时，一个小女孩被吸引了过来，她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动物，兴奋地向妈妈挥了挥手，准备在玻璃前和她打招呼。狮子好似看出来小女孩的意图，她被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深深吸引。此时的她也忍不住慢慢直起身子，朝着玻璃走去。小女孩看到狮子如此的有灵性，更加卖力地挥着自己的小手，时不时的还叫着它的名字。谁也想不到，号称森林之王的动物，居然也会被人类幼崽所打动。终于，小女孩和狮子的距离仅仅只有眼前的这道玻璃。小女孩开心地在玻璃上摸着，仿佛这样就能摸到这只温顺善良的狮子。狮子见状，也将自己的前腿抬起来，放在玻璃上，好似在和它击掌一样，嘴里还时不时地叫喊着，应该在用自己的语言和可爱的小女孩打招呼吧。小女孩一点也不害怕她，甚至在那道窄窄的玻璃门前留下了自己的吻，表达着对狮子的爱。见到这一幕的她，眼神中充满了满满的关爱。狮子也好像懂得爱的表达方式一般，也将自己的头贴在了玻璃上，暖心地回应着小女孩。她的母亲看到狮子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友好，忍不住赞叹起来。这只看起来凶猛可怕的动物，内心居然住着一个温暖细腻的灵魂。小女孩就这样在玻璃前待了很久，狮子也默默陪伴着小女孩，直到动物园快要关门了，她才依依不舍地和狮子告别。善良的狮子将自己的前腿举起，仿佛在欢送这母女二人，直到他们走出去很远，狮子还仍然站在那里，回忆着可爱的母女。这样温馨的画面不禁令人连连赞叹，原来动物界也喜欢又乖又萌的小生命。还有一个故事也深深温暖着人类的心。在遥远的美国，有位母亲带着2岁的儿子前往动物园看狮子，其他小孩看到如此凶猛的动物，肯定不敢靠近，甚至会吓得哭喊起来。但小孩并没有害怕，反而还显得十分兴奋。他完全被玻璃里的狮子吸引，开始缓缓走进玻璃，在狮子面前玩耍。小男孩甚至亲了亲玻璃里的狮子，狮子也读懂了小男孩的意思，走过来也回了他一个吻。他还学习狮子的模样，用手渐渐向上够着，狮子就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温柔和爱意。他们仿佛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在用自己的话交谈一样。这一画面十分有爱，就连一边的母亲也对这只可爱的狮子充满好感，他们就像朋友一样。狮子可能也感受到了人类幼崽天真烂漫的性格，就很真诚地面对着孩子，一点也不敢露出自己可怕的一面。狮子和孩子的那一吻，
更是深深拉近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距离。其实狮子并不恐怖，它们甚至比大多数动物还友好，只是被外表所欺骗了。只要人类友好的对它们，它们肯定也会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回应着人类。动物们之间的爱很纯粹，只要人类对它们好，它们也会无条件的相信人类，展示出自己温顺的一面。即使是像狮子这般看似凶猛可怕的动物，当它们感受到来自别人的善意时，也绝对不会伤害他人，甚至会像朋友一样默默陪伴在需要的人身边。虽然它们并不会沟通交流，但是动物们也是有感情的，而且并不比人类匮乏，因此与动物们和平相处是自然教会人类的第一堂课。